你这个大变态，我可是你的妹妹呀！你在说啥？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就答应跟你有个宝宝。异父异母的妹妹从小就把我当成未来老公，为了不让别的女生喜欢我，她不厌其烦的每天都给我写情书，还当着全校人的面向我表白，甚至晚上睡觉都要和我一起睡，并且穿上白丝乱我心神。父母见状只得将我们两人分开，生怕明天就要去德国看骨科。然而早已习惯和我一起睡的妹妹，哇的一下就哭了出来，最终却也还是妥协了。可这天她突然在我身上闻到其他女生的香水味，并且还是那种熟透了的大姐姐气味，联想到昨晚我夜不归宿，顿时她当场就气炸了，连连质问我是不是变心了，在外面和别的成熟大姐姐偷偷约会。可不管我怎么解释，她就是不听。岂料我昨晚只是去了花店打工，想在520妹妹生日当天给她一个惊喜，不过这个秘密暂时还不能告诉她，因此我打算随便找个理由糊弄过去。然而这在妹妹的眼里就是我在撒谎，她假装生气地躲进房间，实际上是不想被我看到她伤心哭泣的样子，因为她并不知道我是否和她一样有兄妹以外的小心思。如果这只是自己一厢情愿，到时候可就不能像现在一样天天黏着我，享受着我对她的好。但只不过是一天没和我说话，妹妹就觉得自己快要不行了，总觉得心里像是有蚂蚁在爬，于是便打算第二天放学时悄悄地去班级里找我。此时偌大的教室只有我俩，由于晚上一直兼职的缘故，我正趴在课桌上补觉，妹妹在一旁一脸笑意地看着。要是以后也能一直和哥哥在一起就好，到时候不仅可以一起吃一起住，还可以一起那个。每次想到这里，雨柔稚嫩的萝莉脸上就情不自禁地变得绯红起来。等到外面的天色逐渐暗淡，雨柔微微弓腰，小脸贴到我的耳边轻轻说道：叶枫起床了。见我没有反应，旋即便气鼓鼓地架起胳膊，这家伙昨晚彻夜未归，一定干了不少坏事。随后便拿起书本轻轻拍了拍我的脑袋。哎呀，谁打我？扭头看到是自己的妹妹，我惊讶地问道：雨柔，你什么时候来我班的？只见雨柔假装生气地看着自己，你知不知道你睡了多久？我摸了摸被拍了一下的脑袋，瞥了一眼窗外，这么晚了吗？天上的云朵都变成小黑云了。于是颤颤巍巍地朝他问道：自己刚才睡了多久？闻言，雨柔立刻装出一副傲娇的模样，睡了整整2个半小时。见他露出这副表情，我猜想应该是为昨天自己半夜不回家的事过来兴师问罪的吧。于是我立马抓住自己的书包，直接朝着教室门口的方向跑去。但我也仅仅是跨出了一步便停了下来，因为我听到背后妹妹委屈的嗓音：叶枫，你又要丢下我吗？我一个女孩子，这个时候一个人回家的话，可是会很危险的。雨柔撇了撇嘴，抓着我衣领的小手不知不觉变得更紧了一些，生怕下一秒我就会离开。眼看硬的不行，我立马选择求饶：雨柔，我知道错了，这样吧，回家哥给你做好吃的红烧肉，这次就饶了我好不好？好啊，但是这可不够啊，毕竟你昨晚可是把我丢在家里足足1晚上，所以你得要好好补偿我，不然我就告诉爸妈说你昨晚出去鬼混。我一脸惊讶，这小丫头竟然还想添油加醋，这是想让自己面临爸妈的混合双打呀。说完，她猛地拽紧我的衣领，直勾勾地盯着我：能牵着我的手吗？而我整个人像是触电了一般，如果是在家里陪她闹没关系，可是现在是在学校那样。见我沉默不语，雨柔嘟起小嘴，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：好，我牵。担心下一秒雨柔哭出来，我赶忙答应。于是我们手牵手一起走在校园内，可刚一走出大门，我便看到灰蒙蒙的天空，不一会天空便下起雨。问题是现在我俩手中只有一把伞，而且还不够完全遮住二人。想到妹妹从小体弱，要是淋到雨一定会感冒，就在我纠结之时，妹妹突然开口：哥，你不是说要补偿我吗？要不然你就背我回家吧。还没等我有回应，她便直接跳到了我的背上。或许是害怕失去我，今天的妹妹显得格外主动。今天是她最开心的日子，之前不开心的事情全都不重要了。想着想着，她下意识地从背后将我搂紧。此时我感受到背后传来的触感，虽然香香的，却平平无奇，没有受力点。想到这，我忍不住嘴角上扬。可是这一点小小的举动很快被妹妹察觉。回到家后，两人还是淋一些雨，为了防止感冒，便纷纷跑去洗了澡。洗完后，我便去烧了一锅红烧肉，又炖了一些汤，想着毕竟雨柔身体娇弱，经常生病，喝些汤也能暖暖身子。可我在楼下等了2年半也没见妹妹下来。想到这里，我赶忙冲进妹妹的房间，立刻看到雨柔浑身虚弱，像猫一样蜷缩在床上，只露出一个微微发红的鹅蛋小脸。见状，我顿时陷入恐慌，而雨柔见我来了，顿时眼中闪现泪花：哥，我身体不舒服。声音有气无力，十分虚弱。我轻车熟路地走到床边桌子，熟练地从抽屉里拿出一盒退烧药。显然雨柔不是第一次感冒，我也不是第一次这样照顾娇弱无力的丫头。哥，我好难受。雨柔娇嫩的小嘴微微张了张，朦胧的眼眸朝着我微微眨了眨。她不想一直这样被我照顾，因为她担心我嫌她烦，但她又希望我能够一直照顾她。少女的心思很矛盾，在我的精心照顾下，妹妹也很快恢复了一些。我也困意来袭，在她身边睡着了。不久后，她刚睁开朦胧的睡眼，呆呆地看着我清秀的侧脸，这一呆看就是足足2个半小时，因为这还是她18岁后第一次和我这么近距离的接触。虽然我长得有点小帅，但并没有那种在人群中一眼惊艳的感觉，可在她的眼中却是那么的耀眼。雨柔不禁抿了抿粉嫩的唇，最终还是没忍住，伸出小爪就轻轻地戳一下，应该不会弄醒吧。此时雨柔紧张地咽了一口口水，内心小鹿乱撞，温热的触感与她粉嫩指尖接触，刹那间雨柔原本红润的脸蛋顿时变成了一个红苹果。随后雨柔眼眸瞪大，2个手指轻微合拢，动作微小地捏了捏我白皙的脸蛋。睡梦中的我感觉到脸上有些痒，下意识地向前一转，很快便发现自己好像捏到了什么软热的东西，原来是妹妹的手。可此时的雨柔还在遐想间，忽然她的小手就抽不回来，完蛋了。我抬起脑袋看着自己抓住的东西，顿时人懵了，不会是这小丫头趁我睡着的时候捉弄我吧？我刚想出声训斥，就被一道软酥酥的萝莉音打断：哥，你弄疼我了，你打算躺到什么时候？这波反客为主直接把我人整傻了。
但还是一边道歉一边松开手。可我刚一松开雨柔的手，她便撇了撇小嘴，有些不开心了。这个呆子，叫你松开你就松开吗？你不会强势一点？可她始终是说不出口，毕竟在哥哥眼里，自己始终是纯洁的小天使。小天使怎么能说出那样的话？她只会心疼哥哥。此时雨柔那可爱又委屈的模样，仿佛我真的欺负了她一样。那好吧，是我想多了，抱歉。哼，以后注意一点，别那么用力，不然真的很疼的。说完，雨柔柳眉微皱，脑袋微微伸出，露出有些发红的纤细小手，在我的面前晃悠一下。知道了，我忍不住咧嘴一笑，便准备下楼准备早餐。可妹妹见我又要离开，急忙问道：“哥，你去哪？”她有些担心是不是我生气了。就在雨柔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我却突然转过身，面带笑意朝着她走了过来。见状，雨柔下意识将手护在胸前，警惕地盯着。你想干嘛？我现在可是个病人，体弱易推倒的那种，懂我意思的吧？雨柔故作矜持地抓紧自己的小被子，满眼期待地看我。我顿时感到有些无语，这抓紧被子的小动作完全就多余了好吗？要是自己真有想法，昨晚就那个啥了。哥都照顾你这么多年了，是什么人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更何况我对你可没什么。没等我话说完，就被妹妹直接打断，因为她刚刚看到我的视线忽然下移了一下。叶枫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刚才是不是想说你对飞机场没兴趣？哼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有偏见，你这个坏蛋就知道内行我。说完，随手抓起一旁的毛绒兔子就扔向我。误会啊，自己只是觉得雨柔抓着被子的手肉嘟嘟的，感觉有些可爱，看了几眼怎么了？看着妹妹那发红的眼眶，我顿感不妙，自己最见不得雨柔哭了。从小雨柔一哭就是2个半小时，每次都要自己哄好久，还要给她买零食才能哄好。别生气了，哥去给你做早餐，一晚上没吃肯定很饿了吧？闻言，妹妹也是甜甜的答应。就在我将要走出房间时，雨柔抿了抿小嘴说道：“谢谢你哥。”可她的声音实在太小，我并没有听清，便扭头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谢谢你叶枫。我轻点了一下头，不客气。还有下次要叫哥。此话一出，雨柔瞬间不满，还想占我便宜，哼，我才不要呢。话音落下，另一个毛绒玩具便扔向了自己。自从住进叶家的时候，就一直在照顾这个娇弱的丫头，可不就是像个哥哥一样吗？有个可爱的妹妹，其实自己还挺享受。就是这个妹妹是个傲娇不太粘人。等我走后，雨柔再次缩进被子里，小脸蛋红润的埋进抱枕里，嘴唇微微蠕动，冒出了一句谢谢你哥哥。早餐过后，雨柔还是问出了自己的疑惑：你前天的时候为什么回来那么晚？她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，急切地想要找到答案。我是去做兼职了呀。闻言，雨柔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。骗人！那天她明明在我身上闻到了女孩子的味道。哎呀，完蛋了，明明都有我了还不够吗？做兼职是吧？那你说说，为什么身上会有其他女孩子的味道？我就是帮别人辅导功课。雨柔满眼的不可思议，帮别人辅导功课，明明你的成绩还没我好，撒谎也不打草稿，真没骗你。雨柔脸蛋更加难看，恨不得伸出小手抓着我，然后狠狠地捶打胸口，让她知道将可爱的美少女丢在家里，跑去和别的女人约会的行为是多么恶劣。她一把扯着我的衣领，顿时2人的距离变得近了些，彼此独特的气息不断拍打对方，鼻尖不断吸入的香味让我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。现在我只想着赶紧拉开彼此的距离，但她靠的实在是太近了，而雨柔身子又娇弱不能推，所以现在我举起手无处安放，只能退步后撤着。雨柔，你先松开手好吗？我高举双手无奈地说着，每一次呼吸，对面人的气息就涌入我的体内，惹得我很烦躁。雨柔小手一松，小脸蛋刹那间阴沉了下来，大骗子撒谎。雨柔十分伤心，踏着白嫩嫩的小脚丫就回到了床上，白皙手臂抱住白嫩嫩的大腿，坐在床上，脸上写满了不开心。哭了一会后，雨柔将小脑袋从大腿处抬起，看了看门口的方向，她没有来安慰我，难道她变心了？而此时的我正清洗着雨柔的衣服，准备洗贴身物件的时候，却看见她的胖次带有亲戚来过的痕迹。这个不懂得照顾自己的小傻瓜，现在肚子应该很难受吧？毕竟她昨晚才喝了冷饮。于是我为她泡了一杯红糖水。然而我刚一进门，就看到雨柔整个人都蜷缩在小被子，只露出眼眶，有些发红的小脑袋见我来后，瞬间露出一副幽怨的小眼神瞪着我。可还未开口，我温热的手指就已经触碰到了她的白嫩脸蛋，轻轻划过眼泪。真不知道你以后一个人怎么办？过几年我们就毕业了，到时我们也差不多要分开了，你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。而在听到这句话后，雨柔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想要她。一时间她也顾不上什么成熟大姐姐了，强忍住泪水向我露出笑容。那我就和你去同一所公司上班吧，这样我们不就可以继续住在一起了？说完，雨柔捧起胸脯等待着我的回应。先喝吧。我将红糖水凑进了雨柔嘴巴。雨柔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不能再这样任性。以你的成绩去很好的公司完全没问题，甚至你还可以去考研，没必要为我。可话还未说完，雨柔便一把握住了我的手掌。我才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我自己。没有你在的话，我绝对会饿死的，所以你不能丢下我不管。说着说着，一张小脸也变得红润起来。那我努力好了。见我松口，雨柔的小脸瞬间充满笑容，激动的直接一把抱住我，整个人直接挂在我身上。没关系，以后我当你的老师，亲自调教你。一边说着，一边将我抱得更紧。顿时我整个人懵逼了，哎，这丫头怎么忽然又抱我？鼻尖闻了闻少女独特的体香，我回过神来，推了推雨柔的肩膀，没好气的提醒道：女孩子要注意下形象，你都多大了还搂搂抱抱，被别人看见容易误会。看见就看见呗，反正谁不知道你和我住在一起，而且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就要住在一起，那亲近一点也有什么大不了吗？闻言我无奈的摇了摇头，真不知道她真不懂还假不懂啊，还是说她就是这样单纯的？话音刚落，雨柔立刻张开了小嘴，朝着我的手臂咬了过去，衣服上有别人的气味，这怎么想都是不可原谅的事情。然而刚想起身，她便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抿了抿嘴唇，小手紧紧拽着身下的被子，将自己的大腿掩盖着，羞涩的说道：我的那个又来了。我一听就要低下头看去，可还没看到什么，就被妹妹一把挡住了眼睛。看你个锤子！见这小丫头这么着急，我尴尬的起身走向了雨柔一旁的衣柜，去洗一洗再换吧。可话音刚落，一大片白色映入眼帘，
顿时让我愣住。看什么看？没看过美少女的大腿吗？不好意思，嗨，那个你要的东西我找到了。说着，我低着头尴尬地走向雨柔，没走几步，就听到雨柔酥软的声音缓缓传入：“哥，我坐着脱不下来。”这次他亲戚来的有点多，万一动作太大，一定会呜呜。他才不要呢！要是在我面前那样，还不如直接洗了算了。于是他只能满脸通红地看向我：“哥，能帮帮我吗？”我坐在了床边，警惕地看了一眼雨柔白嫩嫩的小脚丫。好吧，那你可别乱动，不能像上次那样踹我呀！说着，我的手便握住了雨柔的脚腕。此时过了2分半后，我便结束。因为有过帮助雨柔的经历，所以一切都很顺利。随后雨柔去洗澡，而我则在帮雨柔洗那脏掉的床单。我将床单放进洗衣机里，背靠墙壁暗自想着：哎，这丫头什么时候才可以长大？就在我发愣的时候，一阵阵响亮的车鸣声从屋外传来。我看向窗外的黑色轿车，是叶叔叔和白阿姨他们回来了吗？随着一阵清脆的车门声，一个扎着马尾、身着黑色休闲服的窈窕女子走下了车，竟然是希姐。她不会是来兴师问罪的吧？我有些紧张。前天在叶西花店里做兼职时，可是不小心把几盆花给摔坏了。要是希姐把自己在花店做兼职的事情说出来，自己就完蛋了。毕竟之前自己还骗了那小妮子，说在给别人辅导功课。此刻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，叶西拍了拍我的肩膀后坐在了旁边，随后微笑地问道：“你在花店里干活是为了给谁买花？是给女朋友吗？”我苦笑道：“这个。”希姐说笑了：“我可没有女朋友。”叶西捧着笑脸看着我尴尬且不知所措的脸蛋。也对哦，我都忘了小叶将你管得那么严，从小都不让你和其他女孩子玩。我挠了挠脸蛋，正要回应时，忽然一个响亮的少女声从洗澡间的方向传来：“叶枫，救我！我忘记拿衣服，我快冷死了。”好嘞，你等。听到这话，我下意识的起身就要开口，叶西打断了我的话，白皙的手掌微微搭在我的肩膀上。我抬起眼眸看了一眼淡笑的叶西，那就麻烦希姐，让希姐去也挺好的，毕竟她们都是女孩子。叶西轻轻的笑着，随后起身就要摸我的脑袋。希姐，我都多大了，怎么还老是摸我头？前天的时候就是因为被希姐摸了一下头，所以才染上了味道。雨柔那丫头才生气的。我嘴角抽了抽，一脸无语的看向叶西离去的背影。希姐既然不是来兴师问罪，那她是来做什么的？一个极少回家的人，忽然在家里都没大人的时候回家，这件事怎么想都不对劲吧？洗澡间内，雨柔的娇躯被浴巾包裹，现在她的表情已经有些不对劲，她很生气。叶枫那个混蛋居然这么久还没过来，把她这个可爱的美少女忘记了。雨柔内心嘀咕的时候，忽然又打了一个喷嚏。阿秋，一阵阵清脆的脚步声传入了门内雨柔的耳边。叶枫那个混蛋，小丫头的脸蛋瞬间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这么久才来哼，等她开门的时候就吓一吓她。雨柔稚嫩的小脸上渐渐扬起了阴谋的坏笑。门外脚步声停止，雨柔感觉是时候了，脸蛋露出了坏笑，小手一转，门一开，绑着浴巾的小身子冲了出去。嘿呀，哎！雨柔顿时人傻了，眼眸呆呆地看着脸上淡笑着的叶西。她愣了愣，眼眸瞟了一眼叶西身后，没瞧见我的身影，嘟着小嘴疑惑问道：“小姑，怎么是你啊？叶枫你就这么想着人家小枫吗？怎么就看见我很失望呢？”叶西打断雨柔的话，柔软小手一伸，将雨柔香喷喷的娇躯搂入怀中，揉了揉她的小脑袋。雨柔脸蛋一红，连忙狡辩：“我才没有想叶枫呢，看见小姑我是很开心的，我只是没想到小姑你会回来。”雨柔红着的脸蛋不禁让叶西笑了，这丫头还真是口是心非啊。不过要是自己今天不回来的话，她真打算就这样在叶枫面前晃了。叶西捏了捏雨柔有些发红小鼻子，你还是赶紧穿衣服，不然你感冒的话，某人就要担心了。雨柔轻声应道，旋即接过了叶西手里装着衣服的袋子，然后走进了洗澡间穿衣服去了。突然她好像想起什么，小姑身上的气味为什么和叶枫哥那天的味道那么像？而此时我正坐在沙发上，一脸郁闷地捧着手机，看着手机上那闪烁的女生动漫头像，不知道该不该点开，要不要当作没看见。但是前天的时候，那件事确实是自己不对，弄倒花瓶并砸到人家女生脚上，我十分疑惑，自己把那女生送到医院还赔了钱，却为什么还要给自己发信息？这要是被雨柔那小丫头看见，那不得完蛋。就在我犹豫要不要直接将那人删了的时候，雨柔却不知何时来到了你的身后，看到我的一举一动，雨柔嘟了嘟小嘴，一抹忧伤涌上心头。还在犹豫之时，忽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。手机给我。雨柔伸出又白又小的小手，眼眸直勾勾地盯着我裤兜里的手机。我不想因为这事而产生误会，没有丝毫犹豫地将手机递给雨柔。雨柔嘟着嘴问道：“密码是多少？”你的生日。磁性的声音刚一落下，雨柔的小脸蛋刷的一下红了起来，内心小鹿乱撞，但她又抿了抿小嘴，不想让我发现。可是那红润的小脸可是藏不住的。解锁成功，看到我的手机壁纸后，雨柔更开心了。哼，混蛋，叶枫拿我的照片当壁纸，心里果然还是有我的吧？因为很开心，所以雨柔故意偏过了头，不想让我看见她害羞的一面。在向我确认我没有看过女生的信息后，雨柔的心中安稳了一些。没过一会儿，雨柔像是想起什么，再次朝我咬过来。哼，我今天就咬死你个花心大萝卜！可当她再想起那天叶枫哥哥身上那与叶西相似的香味时，不禁心中暗自起疑。傍晚我带着雨柔去买菜，可在半路上，雨柔便搂着我的胳膊，红彤彤的小脑袋凑近我。叶枫，我害怕，我不要，我们回去吧。雨柔从小就怕生，没有人在她身边的话，她就会感到害怕，然后哭成泪人。然而我并没有同意雨柔的想法，伸手摸了摸雨柔的小脑瓜。你刚才不是挺厉害的吗？还咬我呢，现在怎么去买个菜就怂了呢？闻言，雨柔的脸蛋瞬间变为绯红色，瞥了一眼我手臂上的红色印子后，小声嘀咕着：“谁叫你跟别的女生说话？我一生气就那样了吗？”叶枫，我有点怕，我们回去好不好？见状，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我不可能一直在你身边的，你得学会一个人生活。你又要丢下我吗？雨柔抬起眼眶有些发红的脸蛋盯着我，随即我手掌抬起，轻轻地将雨柔的小脸蛋捧起来，用极其温和的眼神看着雨柔。对上我的眼神后，雨柔小脸不自觉地红了起来。那我试试吧，但你不能让我一个人。我笑着捏了捏雨柔的脸蛋。好。随即雨柔走在我前面，朝着我伸出了一只手。
走吧。与此同时，菜市场内杂乱的市场到处都是大妈，但是在一个摊位前却站着个清秀的女生，是雨柔家不远处的邻家小姑梁安静，也是雨柔的好闺蜜。此刻她正在卖黄瓜的摊位面前与摊主讨价还价着，3块1斤，不要拉倒，反正我家有的是黄瓜，那这些黄瓜就留着给阿姨自己好好吃吧。说完，安静提着袋子头也不回的走了。可瞧见安静走后，黄瓜阿姨顿时坐不住了，瞬间起身，小姑梁莫走，2块5就2块5。刚走出一步的安静立马回头，掏出手机扫了一下码，250块，来100斤。就在安静等待装黄瓜的时候，2个熟悉的人影映入她的眼中。雨柔什么时候这么大胆了？居然敢来菜市场这种人多的地方，这是吃错药了还是被叶枫逼迫的？小姑娘，你的黄瓜。老阿姨朝着安静递过袋子，安静刚反应过来，伸手准备接过袋子，忽然一道酥软的声音传来：安静，你也在呀？你也是来买菜的吗？雨柔也被那嘹亮的声音给吸引到了，刚看过去就发现了自己的小伙伴，顿时原本嘟着嘴的丫头变得没那么害怕，直接拉着我的胳膊就走向了安静。原来小安你是来买黄瓜的呀？是打算做什么菜呢？教教我呗。单纯的雨柔笑着对安静说着，这并不是拿来吃的，是拿来用的。用的？黄瓜不是用来吃的吗？还能用？咋用呀？雨柔小脑袋微微一歪，没想明白安静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好了，你别问了。还有安静，你可别教坏我家雨柔。听到雨柔的话后，我眉头皱了皱，一把拉住雨柔的小手，将其搂进怀里。顿时雨柔脸蛋微微红了起来。她家雨柔，别误会，这是我妈准备拿这些东西当面膜。安静发现自己的话有一点点歧义，连忙解释道：好，你妈应该等不及用那东西了吧？那我就先带着雨柔走了，再见。我敷衍的说了一句后，直接拉着雨柔朝着菜市场另一边走了，只留下一脸懵逼的安静。我知道这可能只是个误会，但为了雨柔的身心健康着想，只能先带满是好奇心的雨柔走了。喂，叶枫，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呀？我刚才有说什么吗？我疑惑的看向一脸娇羞的雨柔，雨柔嘟了嘟嘴，装傻是吧？随即一脚踩在我的脚上，我有些懵，莫名其妙被问话，又莫名其妙被踩了一脚。想了想，还是没想出雨柔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，想不明白，索性就不想了。反正再傻，这也是我家的小丫头。时间眨眼间便过去了，雨柔白嫩嫩的小手提着2个大袋子，而我则两手空空。小丫头的手被大袋子塞得满满，稚嫩的脸蛋上满是委屈。混蛋叶枫欺负人，而站在她身后的我却一脸笑意。雨柔终于学会自己去买菜了，傻丫头有进步。叶枫你个大坏蛋！雨柔扬起软乎乎的小脸蛋，气汹汹地对我大喊，居然让可爱的她一个人提这么多东西，等回去我就告诉老妈你是怎么欺负我的，让你没好果子吃。雨柔嘟着可爱的小脸蛋，眼眸直勾勾地盯着我。啊，对，我就是大坏蛋。所以雨柔你就老老实实的提着这些蔬菜回家吧，我会在身后监督你的。听到我厚脸皮的承认了，雨柔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撇了撇粉嫩小嘴，哼了一声，不就是2个袋子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雨柔气汹汹的朝着家里的方向走去。欺负我是吧？等到晚上的时候我就欺负你。雨柔的稚嫩小脸微微露出了坏笑，而看着雨柔小身子微微颤抖着，我顿时有些担忧起来，随即走上前去拍了拍雨柔娇嫩的肩膀。雨柔，你做什么？雨柔像一个受惊的小兔子，小脚一蹦，跳到了一边去，警惕地看着我。难道混蛋叶枫能偷听她心声？叶大小姐，你这又是怎么了？我愣了愣，瞥了一眼雨柔那慌张的小脸蛋，愈发觉得雨柔在预谋着什么。我在怕你啊！你都说你是个坏蛋了，万一你忽然就做出坏蛋该做的事情了。雨柔软酥酥的声音越说越小，脸蛋也越发红润起来。要是叶枫真的做了咋办？我是半推半就的拒绝，还是放弃抵抗呢？顿时叶小丫头变成了蒸汽机。闻言我人都傻了，我是那种人吗？可随后我慢悠悠走到了雨柔面前，坏笑着伸手落在了雨柔的下巴上。既然我是坏蛋，那我可就要做坏蛋会做的事情了。雨柔瞪大眼眸，心脏乱跳，要来了吗？你敢欺负我，我就告诉我妈。雨柔粉嫩小手紧握，撅着小嘴凶凶地喊道。瞧见雨柔这蠢萌的模样，我暗自好笑，你为什么这么可爱啊？差点真的就没忍住。雨柔好香好软，好想紧紧地抱住她，然后睡大觉。不和你闹了，我们回家吧。我笑着将雨柔手中的袋子接到自己手上，随后另一只手掌一伸，抓着雨柔的柔软小手，紧紧地将其握在手心。晚饭过后，雨柔打开洗澡间的房门，一边用干毛巾揉搓自己湿润的发丝，一边坏笑地看着坐在沙发上的我。叶枫，我洗完澡了，我们现在就去房间吧。终于到晚上了吧？等会进房间后，我要狠狠欺负你。雨柔稚嫩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怀好意的神情。哦，好啊。雨柔酥软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后，我随后应道，并连忙将手机收进口袋中。刚才在雨柔洗澡的时候，我给被我伤到的女生宁星星回复了信息，让宁星星安心养伤，不要一直发信息道谢什么的。毕竟是我不小心弄倒了花盆，才砸伤了宁星星。你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，不会是在偷偷的和别人发信息吧？雨柔叉着小腰不满的说着，她可是看得清清楚楚，我手机收得很快，而且我刚才的表情怎么看都很不对劲眼。见状我摆了摆手，就是简单回复了一下宁星星而已。神经敏感的丫头，要是小时候我照顾好雨柔的话，她就不会这么敏感了吧？雨柔眼眸微微眯起，小脸扬起，直勾勾的盯着我。好吧，随即她便迫不及待地拉着我朝房间走去。来到雨柔的房间门口后，我看着身旁傻笑着的雨柔，不禁嘴角一勾，感觉有些好笑。这丫头又在想什么开心的事情吗？要是雨柔一直都这样开心，似乎也挺不错的。暗想了一会后，我靠近雨柔粉嫩的耳垂，轻轻呼出了一口气。在想什么呢？雨柔淡淡的气息吹入雨柔耳垂，顿时让雨柔一激灵，娇小的身子抖了一下，小脸蛋瞬间红润起来。你个坏蛋！她猛地回头瞪着我，小手一伸就想捶我的胸口，但是身材娇小的战五渣又哪里是我的对手呢？顿时娇弱的丫头直接被从天而降的手掌握住了手腕，随后雨柔的鞋底直接远离了地板，她被我抱了起来。你要干嘛？雨柔慌张地搂着我的脖子，当然是带你进屋啊，不然要我陪你傻站着吗？
雨柔还未开口，房门已经被我打开了。她撇了撇小嘴，小脑袋埋进了我怀里。叶大小姐，你生气了吗？没有。雨柔撇着小嘴，轻轻的回应。这家伙绝对又是生气了，难道是长大了，不喜欢被抱了吗？似乎确实是这样，都已经19岁了，我不应该这样才对。想到自己现在的动作，又瞥见雨柔此时撇过的小脑袋，我更加认为就是因为这样，怀里的小丫头才会生气的。雨柔，我放你下来吧。其实雨柔话没说完，我已经走进了眼前粉红的床铺，随即放下了双手，说不抱就不抱了。雨柔拍了拍自己的衣服，双手撑着床铺坐了起来，并瞪了一眼我。看着雨柔那嘟着脸蛋的样子，我便主动打破僵局，我们还是开始写试卷吧。好啊，哼哼，今晚就等着被雨柔老师折磨吧。傻笑什么呢？快拿试卷过来呀！从现在起，你要叫我叶老师哦。良久后，看着我经过1个小时时间做出来试卷，他不断用调侃的语气点评着：“你是笨蛋吗？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？看来小峰同学还需要继续努力才行哦。”我无奈的叹息一声，只得继续答着题。可刚想继续动笔，忽然就感觉到躺在腿上的雨柔在乱动，连忙低下头质问：“这丫头一直这样的话，我会控制不住的呀！我在惩罚你啊！你做错了很多道题，当然要惩罚了。”雨柔轻飘飘的回应道：“你把手伸进我衣服里，这算哪门子惩罚？反正我现在是你老师，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”随后我身下的小丫头便撇了撇小嘴，不过她除了用笔在我身上画些小动物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什么好。要不要问一下安静呢？就在雨柔这般想着打算掏出手机时，头顶一张大手落了下来，捏住了雨柔柔软的脸蛋，赶紧给我下来！我是让你给我辅导功课的，不是让你在我身上乱搞的。这小妮子真是越来越叛逆了，现在不好好治一下她的话，鬼知道以后又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我嘴角一抽，脸上故作凶狠地发出狠话，自觉点起来，可别逼我动武啊！可雨柔却张开小嘴朝着我吐了吐舌头，接着小手一伸，紧紧抱住了我的腰。明明我是好心帮你辅导功课，你居然还威胁我！叶枫，你说你是不是很坏呀？面对雨柔的小动作，我一把将她的小手握住，而另一只手则是捏了捏雨柔柔软小脸，看着身下仰着小脑袋并一脸傲气的雨柔，我轻轻地说道：“威胁你又怎么样啊？哼哼，你看这是什么？”雨柔直接掏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，我的手机。顿时我一愣，你要干什么？当然威胁你了。他可是听安静说过，男生的手机里面可谓是暗藏玄机，只要查看他们的浏览记录，多少都能找到一些见不得的东西。要是你敢动手，我就打开你的手机，看你的。雨柔，我错了，把手机还给我吧。雨柔的话还未说完，我认错的话已经说出，要是被这个妮子看到我发给希姐的信息就糟了，那买花的事情不就暴露了吗？还怎么给雨柔惊喜？雨柔小手捏了捏我的脸，既然你这么诚恳，那我就给你好了。我正准备出手接过手机，忽然嘴唇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，这是什么？是棒棒糖啊，给你的奖励。虽然你做错了很多题，但是也有进步了，所以这是奖励给你的。我眼眸一瞥，雨柔把手机藏在了怀里，而另一只手举着棒棒糖对着我的嘴。一时间我感觉很无语，这丫头这是把我当做小孩子了吗？这棒棒糖能算什么奖励？起码也要来点大人的奖励吧，起码还我手机吧。随即我眼眸微眯，接着手臂向下搂住了雨柔的腰部，直接一抬将其抱起，然后把娇小的雨柔扔在了床上。叶枫，你个混蛋又欺负人！身体悬浮落在床上后，雨柔直接龇牙咧嘴的破口大骂起来。雨柔，你要是再胡闹，我真的就不客气了呀！我双手握住雨柔2只白嫩嫩的手腕，将其抵在床上，语气温和的对着一脸怨气的雨柔开口：“枫哥哥，我错了吗？放开我好不好？”雨柔淡淡的眉毛变成8字，好似一只做错事的小狗，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，让我心中一震，一口唾沫随即从嘴里咽下。雨柔身上为什么这么香？是洗发水香还是她香呢？此时我抓住雨柔的手腕，身子不断向下，嘴唇靠近了那白嫩的耳朵，那淡淡的幽香变得浓郁起来。叶枫，我手好疼，你起来行吗？我真的错了。雨柔嘴唇微颤，娇音也在颤动着，她已经开始怕了，看起来我好像真的生气了。叶枫要动手了吗？红润的俏脸不敢看着我，要是你今晚不生气的话，那以后就任由你欺负好了。雨柔期待我回复她，可耳边没有响起声音，而是吹来了一股热气，好痒，耳朵有点不舒服。突如其来的热气让雨柔被束缚住的娇躯动了动，想挣扎站起来，但腰杆刚用力，身上黑压压的身影又让她放弃了念头。不行，不能再惹叶枫生气了，就忍忍吧。雨柔抿着嫩唇，尽力不让自己发声，但她的忍耐却是有限度的，耳朵红了，脸也红了，娇躯依然在微颤。可恶啊！叶枫在我耳边做什么吗？感觉好奇怪呀！我之所以没有起来和回应雨柔的话，是因为我呆住了，因为雨柔握住的手机亮了，一道醒目的字眼出现在我眼前：白姨正在对您发起视频聊天。就在我想起身时，雨柔的小手指却不小心按到了接通。此时我和视频中的白依四目相对着，完蛋了！白依没有开口说话，只是盯着我，但是我已经给自己下了判书，今天绝对死定了。视频另一边，白依和叶旭工作了一天，正在休息，离开雨柔快半个月了。作为母亲的白依对女儿甚是想念，但又想到现在已经很晚了，小丫头现在应该早早的睡去了吧。而叶枫却是很勤奋，每天都复习工作到很晚，想着叶枫还没睡，索性给叶枫打了视频电话，想着问一下雨柔的近况。然而视频一接通，映入他眼中的却是雨柔的大腿和我的脑袋，这是怎么个情况？白依不敢相信眼前所见，一直盯着视频出现的物体看个不停。这粉色的被子是雨柔的床，这娇嫩的大腿是雨柔的吧？这黑色长发毫无疑问也是他家丫头的。叶旭抱住白依的腰间，脑袋靠在她肩膀上，看什么呢？看得这么入神，你自己看看吧。白依将手机递给叶旭，叶旭一看也懵了，我靠，这白花花的东西是啥玩意啊？叶旭有些老花眼，一时间没看清，直接拿起眼镜在看。小枫，你们在房间搞什么鬼啊？叶旭心存疑惑，直接扭头看了看自己的媳妇，见其也是一脸懵，顿时叶旭和白依陷入了深思。看着视频换人了，我也知道何雨柔暴露了，索性也不打算掩饰了，直接对着视频笑道：呵呵，那个叶叔晚上
叶枫，我错了吗？我以后不闹了，你让我起来好吗？我还未说完，雨柔便打断了我，怕我不理他，还伸出小脚踢了一下。酥软的声音一出，我连忙在雨柔耳边说了句：嘘，你先别说话，我马上起来。我明白了，那你能快点吗？我现在感觉有些疼了。可恶的叶枫就知道欺负他，现在手腕都被握得难受了，但他又不敢继续凶，要是我真的生气，那可就不好了。可雨柔不知道他随口说的一句话，竟然让3个人破防了。我脸色变得铁青，心中疯狂颤动，狠狠地瞪了一眼身下的雨柔，恨不得直接堵住雨柔嘟着的小嘴。完了，叶叔和白衣绝对误会了，真的要死了呀！雨柔的话和那忽然出现的白皙小脚，让视频内的叶母叶父纷纷瞪大了眼睛，心中大为震撼。臭小子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沉稳的质问声从手机里传来。看着眼前的男人，我整个人都不太好了，呼吸也变得慢了下来。完蛋了，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想起身，但叶旭的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我，让我不敢乱动，只能尬笑着，想着怎么回应视频中的男子。我为难的同时，雨柔此时也很猛。我怎么听到了老爸的声音？雨柔白皙的鹅蛋脸露出疑惑之色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刚想问我发生了啥，但身上的我却先发出了声音：叶叔叔，我们只是在做功课。我直接实话实说，不敢有半点隐瞒。叶旭表情凝重看着我，功课？你们就是在床上做功课的？床上能做什么功课？那个，我哑口无言，不知如何狡辩。我们其实在探讨生物知识，我看是姿势才对吧？叶旭暗想着，他根本不信我的说辞，哪有人那样学习知识的呢？是吗？我不信，你可别吓小枫啊！你是不是忘了雨柔喜欢小枫了吗？瞧见自己男人一直都是一副很威严的模样，白依依连忙在叶旭耳边提醒，要是吓坏小枫的话，小枫以后绝对都躲在雨柔的，那雨柔那丫头肯定就会伤心。只是现在的进程未免太快了一些吧？她都还没买奶粉纸尿布呢，就快到奶奶了。白依依心中很震惊，现在这么卷，要不要现在就买个房子给未来孙子呢？我懂的，别急，我自有打算，你放心就好了。好吧，在我的视角内，叶叔叔被白衣拉走说悄悄话了。瞧见这幕，我只好暗自祈祷，希望不是在讨论怎么打断我的膝盖骨，毕竟我还年轻，不想去德国看骨科。视频内无声，我也没说话，但身下的小丫头却在小声嘀咕：这哪里是做功课吗？明明就是欺负我！可恶的叶枫还不起来，我都快疼死了。雨柔脸色红润润的，胸口不断随着声音而微微起伏着。闻言我低头看去，顿时愣住了，原来雨柔不是飞机场。此时雨柔的衣服下垂，将圆润的轮廓明显的勾起，似乎察觉到什么，雨柔眼眸一抬，我反应过来直接躲开，继续盯着视频。叶大混蛋在偷看我。小丫头撇了撇小嘴，可雨柔并没有戳穿我的小心思，看就看呗，反正也只能看她一个人。小枫过来，先别忙了，叔和你说件重要的事。叔您说。小枫啊，叔不管你们在做啥，但最起码的安全措施得做，知道吗？好的，叔叔，我明白了，我会。我正要道歉，忽然意识到好像有些不对劲，一时间瞪大了眼睛。爸什么呀？你小气球买了吗？要准备好了吗？这些安全措施都准备好了吗？瞧你这呆呆的表情，就知道你们什么都没准备好。做这事啊要提前准备，知道不？起码告诉你叔叔阿姨我们，好让我们有个心理准备。而且你们才多大呀？才19岁啊，这是真的太早了，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当爷爷奶奶呢。还有啊，你要温柔一点，知道吗？我都听到雨柔叫疼了。视频内的中年帅大叔手舞足蹈着，神情极其严肃，得不断说些让我的表情变得奇怪起来的话，本就猛得我更加猛了。我都准备好被大骂一场，然后被赶出叶家。结果这是个什么情况？视频内的男子还在巴拉个不停，忽然哔的一声，手机黑屏，视频被挂断。你挂了干嘛？叶旭看着白依依不解问道。白依依脸色难看的瞪着他，没看见小枫都被你吓到了吗？一直都说些没用的话，这不是耽误他们时间吗？有那说话的功夫，他们早完事了，都已经躺在一起了，说那么多有屁用啊？还不如先去准备纸尿布啥的。我这不是让他们别乱搞吗？年轻人啊，就是容易冲动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叶旭的耳朵被身边的美人揪得生疼，无奈拍了拍白依依的手，他也是为了家里那2个家伙着想，要是他们还在大学就有了小宝宝，这叫什么事吗？所以要好好提醒一下我，得准备好安全措施才行。这事还要你提醒吗？他们肯定都知道的。白依依的话让叶旭恍然大悟，你说的对，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？白依依脑袋一歪，躺进叶旭怀里，那2个家伙都躺一起了，咱们还能说什么呢？所以我想让他们自己好好发展就行。那我们要不要先买些婴儿用品呢？买呀，怎么能不买呢？我早就选好了几10套小衣服呢，那把明天的会议推了，咱们去给孙子买衣服。而此时我整个人呆呆的看着挂断的视频电话，出神着，这是想让我和雨柔继续那啥吗？可是我们根本就不是啊。叶枫可以起来了吗？我手有点疼。雨柔瞧见我还在发愣，手上的疼意让她直接没忍住开口了，不好意思啊，雨柔，我这就起来。我手掌一松，胳膊刚要抬起，忽然手臂间传来一股酥麻，一只手软了，而另一只手可撑不住我的身体，直接朝着雨柔就落了下去。扑通一声，床直接抖动了一下，雨柔身上居然不磕人呢，看来雨柔的草原还是挺软的。就在我感慨的时候，一阵愤怒中夹带着酥软的声音从下发出：混蛋叶枫，拿开你的狗爪子！我疑惑低头，糟了，刚才的东东不会是混蛋叶枫？为什么要欺负我？我要告诉老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别哭了好吗？我微微伸出手指在雨柔的脸颊划过，你个混蛋为什么总是欺负我？居然还……雨柔的话没有说完，有些湿润的俏脸变得红润起来了。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会补偿你的，先别哭了好不？我擦拭了一下雨柔的眼角下方，随即捧着雨柔的脸蛋温柔的语气对视着，可雨柔却突然狡黠的笑了。我不哭，那你要怎么补偿我？雨柔小眼神直勾勾的盯着我，似乎很期待我的回答一般。瞧见雨柔的小脸气鼓鼓的模样，我嘴角不禁勾出笑意。这妮子为什么就这么可爱呢？旋即我伸出手捏了捏雨柔软软的小脸蛋，你说说你想要什么补偿？不管什么我都答应你。真的。脸蛋被捏了一下后，雨柔白嫩脸蛋微微变红，直接呲起背齿，小脾气正准备发作，但在听到了我的话后又忍不住问道：
真的？那今晚你不可以走出去这房间。好。此时夜深人静，粉红色的被子下暖烘烘的，两只白嫩嫩的小脚微微露出被子外，白皙圆润的脚丫相互交错摩擦着。怎么办啊？我脑子怎么就抽了呢？居然让叶枫陪我。被被子遮住的半边脸蛋一下变成了红苹果。雨柔，你怎么还不睡觉？感觉到身旁的雨柔在乱动，我直接扭过头问道。那个，我有点热，睡不着。听到这话，我露出疑惑之色。既然热的话，你为什么还要把整个脑袋都缩在被子里呢？我微微摇了摇头。傻瓜，把头都埋住了，能不热吗？说着，我便伸出手，将雨柔脑袋上的被子轻轻掀了起来。我不傻的。雨柔嘟着小嘴，脸蛋偏过一边，轻轻地说着。听着雨柔解释的话，我回过神来，脸上露出笑意，还说不傻，脸都闷红了。我戳了戳雨柔红彤彤的脸颊，这不是闷红的是什么呀？我身子往雨柔的身旁挪了挪，嘴唇贴近雨柔耳垂，笑着追问：是什么呢？这傻妮子应该是害羞了呗，都和我共躺一床，能不害羞吗？要不是害羞的话，也不至于蠢到埋着脸蛋吧？是被你气的。雨柔乌黑眼珠上下转动，脑瓜子快速的想了想，说说看，我怎么气你了？叶大小姐。看着雨柔软乎乎的脸蛋，我只感觉好笑，随即摸了摸雨柔的脑袋。雨柔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鼓着软乎乎的脸庞，美眸瞪了一眼我。可恶，这个混蛋离人家这么近干什么吗？嘴里的气都吹到他脸上了。雨柔气鼓鼓的脸蛋离我很近，娇嫩欲滴的粉唇也近在咫尺，一股温热的气息在二人之间弥漫。看着眼前脸蛋嫩红的雨柔，我稍微愣了一下，是雨柔这敏感的丫头害羞了呀？这种奇妙的气氛维持了几秒后，忽然把脑袋埋进被子中的雨柔眨了眨眼眸，轻轻的声音从被子里传来：我刚才可是都听见了的，我老爸刚才说你不能欺负我的，要温柔一点的，可是你根本就没有听老爸的话，一直都欺负我，把我的手搞得那么疼，现在都还红着呢。说完这话后，雨柔的小心脏跳得更加快了起来。雨柔的嘴唇距离我很近，小妮子粉唇中呼出的每一句话都实打实的飘到我的脸上，惹得我脸颊痒痒的，心也痒痒的。我愣了愣神，完全没把雨柔所的话听进去。为什么我变得有些奇怪起来了？看着雨柔的眼神也不是像看待小孩一样，而是难道真的像叶叔叔所说的那样，我对雨柔有别的心思吗？此时我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。喂，叶枫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倒是说说，为什么喜欢欺负我，就不能温柔一点吗？雨柔抬起眼眸直视我愣住的眼睛，见我不动，手指又戳了戳我的胸口。傻瓜呀，我对你不是一直都很温柔吗？胸口被软软手指点了点后，反应过来的我看着雨柔布满红晕的脸颊，眼眸一眯，那是因为我喜欢你啊。喜欢啊？混蛋叶枫说什么鬼话呢？以为说些好话我就会原谅你了吗？想得美哦，睡觉了。说完，雨柔红彤彤的脸蛋直接偏过了头，手指甚至还扯了扯被子，将自己发烫的脸蛋给遮盖起来了。喜欢是我想的那种喜欢吗？雨柔小鹿乱撞，不知道该怎么回复我，索性她选择装睡，不管了呀，老娘要睡觉，才不要理叶枫这混蛋呢。雨柔嘴巴嘟嘟哼了一声，直接埋头睡了起来。看着雨柔的举动，我手掌撑着脸蛋微微起身，低着头看着身下的雨柔，这是生气了吗？果然是我误会雨柔了，我不应该这样说的。虽然之前叶叔叔说的那番话很明显同意我们在一起，但是这个小妮子似乎并没有那方面的意思，真的是我想错了吗？随即我伸手拉了拉雨柔身上的被子，露出了雨柔的小脑袋。睡觉别把头盖住，还有我刚才说的话，那是因为我把你当做妹妹看待呀，所以我才说喜欢你啊。妹你个头啊，谁是你妹妹啊？睡觉。我的话刚说完，就被雨柔忽如其来的骂声搞懵了。看什么看？关灯睡觉。哦好。我一愣，眨了眨眼眸，轻声回应道。随即我轻叹了一口气，盖住被子躺下了。而雨柔心中极其不爽，粉嫩的拳头紧紧握住。妹妹，谁是你妹妹？叶枫这个混蛋，我咬死你啊！越想越气，随即雨柔脑袋一伸，一口白牙朝着我的方向落下。干嘛忽然咬人呢？又生气了吗？没有。雨柔轻轻地应了一声后，手臂直接搂住了我的脖子，脑袋靠在我肩膀上，眼角夹带泪珠，软酥酥地说着：我才不是你妹妹，好不是，我们睡觉吧。第二天早上，一道温暖的光芒透过窗户，照射在雨柔的半边身子上，脸上的暖意不自觉让雨柔小嘴张了张。很快，雨柔睁开了有些沉重的双眸，一道熟悉的脸庞直接映入了她的眼中，一时间也顾不上眼眶旁红肿的酸意，眼睛直接睁得大大的。我躺在她身上睡了一晚上呢。就在雨柔小鹿乱撞之时，我嘴里传出了呼噜声，这混蛋睡得还蛮香的嘛。雨柔脸蛋靠在我胸膛上，微微抬起眼眸，看着我的脸蛋喃喃自语着。忽然，这软萌萌的丫头笑了起来，只因她瞥见我嘴角旁有一道淡淡的水痕，没想到这么大了还会流口水呢，要不把这拍下来给叶枫。想到这，雨柔小手微微一动，正准备拿手机拍我的幼稚样，但就在她脑袋微微扬起时，一道水痕从她嘴角旁滑落到了我衣服上，顿时小妮子愣住了，好看的眸子眨了眨，小脑袋直接变得空空的了。原来她也是个幼稚鬼，这绝对不能让叶枫发现，得销毁证据才行。雨柔咽了一口口水后，软乎乎的指尖凑近那晶莹的水珠，想将其弹飞，随后biu的一声，水珠消散不见了。雨柔小嘴直接一勾，软乎乎的小脸蛋露出得意的笑容。现在去洗漱吧，然后再给叶枫买早餐，他绝对会很感动的。心中暗想了一番后，雨柔便蹑手蹑脚地离开了房间。窗外的阳光已经照拂在我的脸蛋上，雨柔也已经离开了10多分钟，而我却绝对想不到那位极其怕生的丫头，居然会为了我跑去100米外的街道买早餐。与此同时，雨柔从门框旁探出小脑袋，露出一对水灵的眼睛，眼眸眨了眨，往屋内瞅了瞅，看到粉色床上躺着的我，雨柔嘴角上扬笑了笑，没想到叶大坏蛋居然在她的床上睡得这么熟，看来很喜欢睡她的床嘛，下次也让她过来睡觉好吗？想着想着，雨柔肉乎乎的脸蛋红起来，随后踮着脚尖一步一步地接近我。
伸出粉嫩嫩的手指在我的脸上戳了戳，可是我还是没有醒来。见状，雨柔手掌撑着一边脸蛋有些犯难了，要是叶枫再不醒，包子可就凉了呀。圆溜溜的大眼睛微微眯起，娇嫩柔软的嘴唇悄悄贴近了我的耳垂，淡淡的呼出惹人的气息。起床了，枫哥哥。被雨柔压了一晚上而熟睡的我，忽然感觉到身旁有着一股香香的气息，顿时那股气息让我睫毛动了动，乌黑的眼眸缓缓显露了出来。眼前这白花花的东东是啥玩意？我眨巴了一下眼睛，对这个带着淡淡香味、白而圆滑的物体感到很疑惑。很肯定这圆而白的东东不是他家雨柔，雨柔可没这么大。就在我疑惑的时候，眼前白花花的物体忽然凑近了我的嘴边，顿时嘴被堵住了。这玩意好软好香，好吃。我嘴巴微微向下，直接就把雨柔塞进嘴里的包子咬了一口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我下意识的回答，嘴里并微微蠕动着，包子的酥软充斥着口腔。这丫头居然早早就起来给我买早餐了呀！我心中莫名一暖，抬起脑袋看向了正趴在床边捧着小脑袋露出笑意的雨柔。下次还是别买了吧。为什么？雨柔不解地喊道。我说的话让本来心情美美的她瞬间就变得不满了起来。臭叶枫，他都为这混蛋买早餐了，还这么凶的对他。果然叶枫就是个混蛋。我是怕你出事啊，傻瓜。我捏住雨柔鼓起的脸颊，雨柔敢于一个人出去买早餐，我是很欣慰的，但更多的是担心，要是雨柔这傻丫头真出事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听到叶枫说的话后，雨柔便缓缓低下了脑袋。关心我就关心呗，刚才那么凶干什么吗？真是坏叶枫。看着雨柔低下去一言不发的脑袋，我暗自摇头叹息，微微抬起另一只手落在乌黑发丝上，想揉揉但却忍住了，直接朝着那圆溜溜的脑袋敲了下去。你是傻瓜吗？你一个体弱易倒的家伙，要是在外面被磕磕碰碰跌倒了，谁来照顾你？下次没我在身边别乱出去。要是你真出事了，那我该和叔叔阿姨怎么交代？我双手捏住雨柔的脸蛋，表情故作凶狠地提醒着雨柔。本是想培养雨柔的独立意识，但是那是在自己陪同的情况下，起码我要在一旁保护着身体虚弱的丫头。雨柔体弱多病，万一在外面遇到什么突发情况的话，那不得直接躺在路上大哭一场。一想到雨柔那如玻璃一般脆弱的娇躯，我就忍不住露出担忧之色。可是你昨天还想让我独立呢，现在怎么就反悔了呢？雨柔捂着脑袋，好看的眼眸瞥了瞥我严肃的面孔。叶枫是不是不想离开我了呢？是想一辈子保护我了吗？因为你是傻瓜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一个傻瓜在外乱走。我嘴角抽了抽，快速思考了一番，想出一个解释。说谎？叶枫，你又对我说谎了。瞧见我说话有些慌张的样子，雨柔心中一喜，她知道我就是在关心她。尽管很开心，但雨柔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。雨柔，我们还是先吃包子吧，不然等会可就凉了。说完，我伸手就朝着桌子旁的包子靠近。突然我的手背被打了一下，别乱摸，这可是我的包子，你的在那边。雨柔盯着我的眼睛，手指指向了一旁带有豆沙印的包子。这妮子身体不是很弱吗？怎么打人这么疼呢？看着发红的手臂，我眼睛抽了抽。等等，你还没刷牙呢，快从我床上起来滚去洗漱。好好好，别对我动手动脚的，这么大了能不能懂点？随后我便起身去洗漱，岂料这时希姐居然打来了电话，我想问问那话还送吗？好好好，希姐你别急。我正欲解释的时候，滴滴的手机挂断声又响起，我叹了一口气，随即将手机收起。忽然瞧见门框上有着一双白嫩嫩的手爪子，这妮子不会都听见了吧？我心中一惊，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。突然一个圆溜溜的小脑袋从门框中探出，什么话？什么都没有，你听错了。我脑袋一转，回避雨柔直勾勾的眼神，接着脚下动起，朝着客厅的方向走去。混蛋叶枫在逃避他，居然都不敢直面回应他的问题。有问题？雨柔没有拦住我，而是跟在我身后，身后脚步声不断，如一阵阵打鼓声，扰得我心中不宁。雨柔这是想干什么？我生怕雨柔追问刚才的话题，一旦雨柔撒娇卖萌追问的话，我认为自己肯定遭不住而缴械投降的。但是现在并不清楚雨柔究竟想干什么，她为什么没有问呢？坐在到沙发上后，我故作淡定拿起包子吃了起来。雨柔捧着胳膊静静盯着我的动作。花女朋友，她很肯定我是不可能有女朋友，因为有哪些人向我表白，她都记得一清二楚。我每一次都在她的威压下残忍拒绝了那些表白之人，而且就连其他女生送给我的情书都还在她的抽屉里放着呢。坏蛋叶枫想早恋，也不问问她同意不同意。可是为什么叶枫要送给别人花泥？她想不明白，明明都没有什么人接触我呀。雨柔娇嫩的脸蛋上露出些许不解之意，心脏跳动的速度不自觉地快了一些。叶枫很有可能在背着我找女人了，而我不清楚雨柔这傻妮子在胡思乱想着什么，只知道现在我很慌。这丫头鬼鬼祟祟站在那干什么呢？这种感觉就像是班主任悄咪咪地站在你身后，你大气不敢喘，小心翼翼地写着作业。可雨柔这小妮子却更慌，叶枫不理我了。雨柔想等我先开口解释，可是我却连头都没有回一下。小丫头不开森了，叶枫那花是送给谁的呢？不会是叶枫微信里那个叫宁欣欣的女生吧？雨柔一边想着，一边移动脚步靠近叶枫，胳膊肘轻轻靠在沙发上，盯着我的脑袋微微出神。明明昨晚还和人家睡在一起，现在却又不理他了，真是个坏人。雨柔脸色不太好，我好像真的就把她当一个需要照顾的妹妹啊，感觉好难过。我摸了摸头上忽然出现的湿润感，扬起脑袋一看，一个脸上花花的家伙映入眼中。我没有说话，起身凑近雨柔的脸庞，怎么哭了？我就是怕你离开我，你不能不要我。雨柔抽了抽鼻子，忽略眼皮底下帮她擦拭泪痕的手，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。闻言，我伸手一把将眼前的小丫头抱住。你真是个傻瓜。此时我正和雨柔打闹着吃着早餐，你这包子味道还挺不错的嘛，你这牛奶味道也挺好的，感觉好的话那就多喝一点。叶枫，我其实不喜欢喝的，我能不能不喝呀？不喝也得喝。叶枫，你个混蛋啊，别拿那玩意对我呀。与此同时，屋外正站着一对夫妻，听着屋内传来的对话，顿时脸上布满了黑线。叶枫那臭小子光天化日之下欺负他女儿是吧？叶旭嘴角抽了抽，表情变得狰狞起来，手掌的青筋直接暴起，猛烈的一声惊扰了屋内的二人。我和雨柔纷纷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脑袋转向了声源处，只见一位高大的男子正露出凶悍眼神，见到破门而入的人，我和雨柔都愣住了。快起来，你压到我了。
看着露出一脸不爽模样的男子，雨柔小手连忙推了推我的肩膀。感受到雨柔的动作之后，我心神领会，撑着沙发扶手，很快便离开了雨柔的郊区。让开，别挡道！白衣直接从叶旭身旁走近我俩，见状端正坐着的我，连忙向走来的成熟女性打着招呼：“白衣妈。”而雨柔则已经羞涩地低下了脑袋，小嘴微微动了动。白衣露出笑容，点了点头，轻声应道，随即美眸快速在雨柔和叶枫的身上扫过。瞧见到二人衣冠整齐，面色并无异样，他心中不由得叹了一口气，还以为差不多就能抱孙子了呢，结果就这，嗨嗨，臭小子跟我过来！站着白衣身后的叶旭随即走了上去，表情凶悍地对着坐姿端正的我说着：“好的，叔叔。”我稍微愣了一下，随即深吸了一口气，便朝着叶旭的方向走去。没走一步，就看见自己叔叔脸色变得阴沉起来。叔叔这是没睡好呢，还是对昨晚的事情有些后悔了呢？我心中有些慌，昨晚可是和他的女儿同床共枕一晚上啊！我心中有所顾虑，认为自己叔叔对昨晚那番话感到后悔了，所以现在我是要被打断骨头了吗？就在我跟着叶旭走到门口后，并排坐在沙发上的母女二人已经开始对话了。雨柔，你真的喜欢叶枫吗？雨柔说出一个字后便没有下文，低着脑袋抿了抿小嘴，不敢抬起脑袋看着自己的老妈，好像还挺不错的样子，但叶枫会不开心的。瞧见脸色通红的雨柔，白衣心中已经有了答案，他家的小丫头可是小时候天天都和他说要当叶枫新娘的呀，害羞又不敢说吗？没有，我才不是害羞，喜欢就是喜欢，可千万不要憋在心里，要大胆的说出来，知道吗？白衣摸了摸雨柔的脑袋，将其抱进胸口，老妈，我怕她不喜欢我。感受到来自白衣温暖的体温后，雨柔轻轻的张开了小嘴，她好像只是把我当妹妹了，要是我真的说了那句话，万一叶枫那混蛋再也不理我了怎么办？白衣眨了眨美眸，纤纤玉手一伸，在雨柔稚嫩滑腻的脸蛋上捏了捏，你忘了从小到大谁最依着你了？可不是我和你爸，而是你的叶枫。什么叫我的叶枫吗？都还没有真正是我的吗？雨柔心中害羞，脸色直接红起来，毕竟我从小都在保护她照顾她，最依着她陪伴她最久的也是我，所以对她是有感觉的吧，不然的话也不会一直陪着她。见状白衣笑了，她知道雨柔心中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答案，想清楚了就主动一点啊，就算她现在把你当小妹妹，但是以后可就不一定了呀，所以啊，可别等那个木头被别人捡走了，才一个人在被子里偷偷哭。哎呀老妈，我知道了吗？我会主动的。雨柔拍了拍白衣的手背，随即握住白嫩嫩的拳头，下定决心的说着，稚嫩的小脸上也是一脸坚定。听着雨柔的话，白衣笑了笑，所以你们昨晚嗨了没有呢？什么呀？就是那个呀。白衣嘴唇贴近雨柔耳边动了动，呼出一道湿热的气息，也不知道白衣说了些什么。雨柔的疑惑小脸一下变得通红起来，没有啊。此时一阵啊啊的声音从屋里传来，顿时我对这个一脸严肃的高大男子感到了心慌。完了，雨柔已经被白衣制裁了吗？现在是不是就要轮到我了？良久后，叶旭和白衣离开了，仅留下脸颊透红相视而望的两人。我坐立端正，沉默不语，而雨柔耐不住寂寞，先开口了：“叶枫，老爸刚才和你出去没有打你吧？”我静默不语，似乎没有听见雨柔的声音。见状，雨柔挪了挪屁股，白嫩相间贴近我的胳膊。我从思绪中回过神来，你刚才说什么？雨柔唇瓣微动，老爸，他没有因为昨晚的事情欺负你吧？我看老爸他刚才走的时候，看你的眼神可是凶巴巴的，我怕你受伤了。没有的事，叶叔叔可是一直都对我很好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好吧，那你低低头。雨柔朝着我眨了眨眼眸，手掌顺势挥了挥。你要做什么？我有些狐疑，但还是低下了脑袋。看到按照他说的做了，雨柔眼睛眯着，柔软小手轻轻落在我的脑袋上摸了摸。没有发现包包？看来你没有说谎吗？老爸真的没有对你动手？当然没有啊，叶叔叔对我比你都亲，怎么会对我动手呢？我这是担心你，你凶什么凶吗？雨柔嘟了嘟小嘴，插着细腰不满地说着，臭叶枫总是凶我。瞧见雨柔脸上那轻微挑起的眉梢，我心中不免觉得好笑。叶叔叔说的并没错，这丫头确实还是个小屁孩，总是喜欢耍小脾气，但这就是雨柔啊，很天真可爱的雨柔。看着雨柔的红润脸颊，我想到在屋外时自己叔叔所说的话，雨柔被你照顾得太好了，直到现在她还像小时候一样喜欢依赖你。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样不好，我是希望你能一直这样照顾她，照顾这个从小依赖你的雨柔。说来惭愧，我和你白衣对雨柔的照顾都没有你多呢。你说要是雨柔以后看不见你了，那丫头会有多伤心啊？会有多伤心呢？大概那丫头会整天都缩在被子里痛哭吧，就像小时候我生病了，雨柔就趴在我床边哭肿了眼睛。最后叶旭走的时候又对我说了一句，叶枫，要是你喜欢雨柔，就请好好替我照顾她，那丫头离不开你。要是你只把雨柔看作妹妹的话，请别伤她的心。我只是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回应。心中想了一会后，我嘴唇下移，靠近那圆滑白嫩的耳垂。雨柔，今晚上我还去你房间吗？顿时雨柔呼吸加快，脑壳瞬间变得空荡荡，与眼前笑眯眯的眼睛对视着，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。雨柔脸蛋刹那间红如苹果。去啊，当然去了。要是不去我房间学习的话，怎么和我考同一所学校？说的在理，那晚上就拜托雨柔老师了。那你晚上可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才行。与雨柔交流了一番后，我心情也感到轻松了许多。为了能够更好的照顾这丫头，看来真的得认真学习一下才行了。毕竟要是自己没有和这丫头在同一所学校的话，她绝对会哭得死去活来的。星期天的晚上很快便降临了，因为一些特殊原因，我们不需要在礼拜天的时候进行补习，所以星期天的晚上，我和雨柔就像平常一样，一起吃着晚餐，一起洗碗，一起洗澡。哦，不是一起洗澡，是我帮雨柔洗脚。雨柔之所以叫药罐子，不仅仅是因为体弱，还因为她在叶爸叶妈的要求下，每隔一段时间必须用药泡一下脚，或者喝补品补一下身子。雨柔低头，视线划过平平无奇的胸脯，陷入了沉思，顿时丝丝水花从水盆里溅起，我脸上直接湿了一些。叶枫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
你的技术太好了。雨柔尴尬一笑，连忙从桌子旁抽出一个毛巾递给了我。我看了看这个小丫头，无奈的接过毛巾擦拭脸上的水珠。这都是第几次了？怎么一帮你按摩脚你就要乱动呢？因为痒吗？听到这话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雨柔的身体一直都很敏感，更何况是那种地方呢？随后我又好奇地问道：“这是你用的毛巾吗？味道还怪香的。”没等雨柔回答，我的眼眸已经瞥向了太平公主的太平，不许看。发现我那直勾勾的眼神后，雨柔小嘴一撅，细白手臂遮挡住自己的缺点。兔兔都还没长大呢，怎么能让叶枫看吗？他绝对会嘲笑我的。好，不看。其实挺可爱的，没必要遮住。我说了不许看。雨柔咬了咬牙，小脚猛地一蹬，水盆上的水花再一次溅起，但是这次的水花像浪花一般，直接将我的上衣给打湿了一块。我才刚洗的澡啊！我错了，对不起叶枫，我真的错了吗？我会对你负责的。要不你把衣服脱了，我给你洗洗。雨柔道歉的速度很快，直接将我刚冒出的火气给熄灭了。行吧，那你可别把它洗坏了呀。我说完，手指向下抓住衣角，顺势直接猛地一伸，上半身轮廓分明的肌肉直接显露出来。顿时坐在沙发上的丫头心脏直接打起鼓来，并不自觉地舔了舔嘴唇。可恶，为什么叶枫身材就那么好？这不公平！很快我便用带着雨柔体香的毛巾将发丝和胸口的水珠擦净，这也拿去洗洗吧。雨柔接过毛巾撇了撇嘴，她香香的毛巾都沾了这么多叶大混蛋的气息，那不得好好洗洗才行。雨柔带着怨气暗想着，这时的她已经忘记了自己大大小小的衣物都经过我的手清洗过的，早就沾染不少我的气息了。只是她对于我身材比她好这个执念很深，她要每天喝牛奶，早日养大她家的兔兔，才不要被叶枫比下去啊！雨柔，我去吹吹头发，然后在你房间等你啊。知道了。说完之后，我淡淡的看了一眼雨柔，虽然是这丫头耍小脾气，导致我的衣服被弄湿了，但是我却感觉挺值得的。毕竟雨柔这娇嫩的丫头居然要为我洗衣服了，这可是头一回，还是这丫头主动的，那这就更加不得了了。雨柔开始变了，尽管那傲娇的丫头依旧爱耍小脾气，但是她切切实实的在变化着。随着一阵关门声，我进入了房间，而雨柔也进入了洗衣间。此时她遇到的难题，那就是洗衣液要倒多少呢？雨柔并不清楚用量，毕竟她的衣服全是我亲手搓洗的，而说明书也只是对洗衣机里的用量罢了。叶枫都帮她手洗了，她为什么就不能呢？在白依依之前的心理攻势下，雨柔已经在想着如何当一个贤妻良母了，所以在怀着这样的心理下，雨柔轻轻地打开了洗衣液。与此同时，我已经在雨柔房间内写起了试卷。手机铃声骤然响起，是叶希的电话。喂，希姐，你大晚上的打电话给我是有什么事情吗？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想向你确认一下，是下个礼拜星期六过来取花市吗？是的，我虽然疑惑，但还是老老实实的回答了。希姐大晚上的来个电话，总不能也是突击检查吧？会是啥事呢？就在我对此狐疑时，接下来叶希的话让我的小心脏震了震。你是想对雨柔表白？不，我不是，你想错了。那你小子为什么要在520的时候给雨柔送花？因为雨柔去年看见有人520的时候有花，而自己没有，于是就向我讨要了。因为这件事雨柔伤心了很久，现在我只是为了弥补一下雨柔罢了。在心中我是这般想着的，但话说出口时却不是一回事。原本我是想这个礼拜送的，但雨柔不是生病了吗？所以我要照顾她呀，就没有时间去花店取。听到我的回答，电话那边的叶希沉默了一会，很快又响起了声音：臭小子，学会狡辩了呀？喜欢就是喜欢，大大方方的说就行，藏什么呀？被叶希质问，我顿时哑口无言。就在叶枫打算继续狡辩之时，门外传来了一阵娇音：叶枫，救命啊！我的注意力直接被雨柔的声音给吸引住，也不再想些什么。希姐，雨柔有事叫我，我先挂了呀。你个臭小子！叶希的话还没骂完，手机就被挂断了。接着我丝毫不敢耽搁，扔下手机冲出房间。洗衣间内，雨柔看着被泡沫布满的衣服喃喃自语着：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么滑呀？雨柔小嘴嘟嘟的，脸上很是无助，看着自己滑溜溜的小手，更是露出了一副被欺负了想哭的表情。就在雨柔心情极其糟糕的时候，我已经被召唤到雨柔面前，顿时她松了一口气。叶枫，你快看看，这是个什么情况？闻言，我走进雨柔手指所指的地方，低下头看了看，很快皱着眉头掏出了自己滑腻的上衣。雨柔，你放了多少洗衣液？放了一点点。一点点是多少？我拿捏着一双柔柔无骨的玉手，手把手的亲自教导雨柔如何洗衣。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我和雨柔才走出了房间。好累，心好累啊！雨柔这妮子绝对是在折磨我吧？哪有人连洗衣服都要学半个小时的呀？长时间的泡水，害得衣服被漂白了，就连手掌上的皮肤都皱了起来。真是难以想象，雨柔要是没我在身边的时候该怎么过呢？果然这丫头就是个小屁孩啊，真是傻妮子。你叫我？娇嫩的手掌忽然被我捏住。雨柔回头仰望着脸色有些苍白的我，看着身下丫头的微红脸蛋，我微微一笑，没事，只是忽然想叫你。娇羞少女拉住我的手，继续走向自己房间。很快被水漂的发白的柔软小手落在门把手上，可耳边忽然感受到一股痒而热的气息。你在干嘛呀？雨柔回头质问，圆溜溜的眼眸羞愤地瞪着我，这样真的很痒的好不好？我在提醒你该松手了。我手指点了几下雨柔滑腻的手掌，示意她把手放开。为什么？不是说好了要一起补习功课的吗？雨柔淡淡的眉梢皱下，不安的情绪涌上鼻尖。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和我一起上大学？雨柔低着头说着，根本不敢看我的眼睛。你是水做的吗？老是爱哭。是啊，我是水瓶座的。闻言我笑了笑，手指轻轻划过雨柔的脸蛋。不是我不想去你房间学习，只是现在时间太晚了，明天我们还得去学校呢，要是睡过头迟到了怎么办？那就设个闹钟呗。雨柔嘟着嘴不满地反驳着，在这丫头看来，我就是在狡辩，在找借口，就是为了不和她待在同一个房间里。之前她可是听得清清楚楚，我要买花给别的女生，今晚上又找借口不和她待在一起，说不定就是为了和某个女生聊天呢。雨柔心中愁闷，垂下的柔软小手不自觉紧握起来。我才不是，被闹钟吵醒的感觉很糟糕。你个大骗子，明明就是不想和我待在一起，居然还一直找借口。雨柔压抑在心中的小脾气爆发了，
接着没给我反应的时间，气汹汹地将我拖了进去。我不管，你今晚必须陪我。雨柔，你发什么疯呢？放开我！不放！雨柔眼角湿润，仰头朝我喊道。看着身下丫头发红的眼眶，我眼眸微微一垂，你放不放？不放！雨柔瞪大眼睛喊道。话音刚落，她的手背被温热手掌握住，接着被硬生生掰开，脱离我的衣领。混蛋！雨柔百齿上下摩擦，泪痕划过脸庞，眼眸直勾勾地盯着我。忽然，我的脸庞出现在她鼻尖处，呼着热气。雨柔一惊，身子就要倾斜，然而她娇嫩的腰部直接被抱住。你是猪吗？这都能摔倒？你要做什么？雨柔刚拒绝，忽然脚掌离地，被我扛在肩膀上。做什么？把你扛回房间啊！大晚上的不睡觉，要我和你一起站着门口傻站吗？那明天我们还要不要上学了？接着我便打开了房门，扛着身子扭动的雨柔走进房间。那为什么是去你房间啊？因为我要睡觉不行吗？